新冠仅仅是试探吗？美国传来爆炸性新闻，总统候选人点名中俄，新一轮生物战争或将来袭。大家好，我是肖云华。新冠在全球肆虐了这么多年，关于它的起源一直有各种猜测。有分析认为这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一场生物战争，也有分析指出这是美国德堡生物实验室意外泄露的生物武器。然而最近美国传出爆炸性的新闻，新冠可能仅仅是美国的一种试探，针对中俄的生物战争才刚刚开始。近日一则视频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，引发了高度热议。共青团网、环球网等多家官方媒体相继报道，在视频中，美国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特·肯尼迪当众承认，新冠病毒具有种族针对性。从目前研究来看，主要攻击目标是高加索人和黑人，免疫力最强的是犹太人和中国人。紧接着，小罗伯特·肯尼迪强调，美国也在研究生物武器，目前正在收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 DNA。美国在乌克兰的所有生物实验室都在做类似的工作。按照他们的说法，等于承认美国在筹划针对中俄的基因战争。不然的话，没办法解释美国为什么刻意要搜集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的 DNA。坦白讲，虽然小罗伯特·肯尼迪的言论有点骇人听闻，甚至遭到美国内部的强烈反驳，但是我仍然觉得这种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。为什么敢这么断定呢？因为今年的上半年，生物制药公司辉瑞发布了一条招募广告。今年上半年，有网友在美国知名社交网站脸书上发现，该软件针对中文用户投放了精准广告。这是一条招募药物测试人体试验人员的广告，根据内容所示，可以给予每个测试人员一笔丰厚的报酬，但前提是参与试验的人员必须是中国人，而且他的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都必须是纯血的中国人才行。更诡异的是，实验并不是在中国进行，而是在欧洲地区，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提供交通补贴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什么样的实验必须是纯血的中国人才行呢？什么样的实验要去欧洲地区找中国人进行呢？结合辉瑞生物制药公司的背景，很难不让人怀疑他们是在偷偷搜集中国人的 DNA。 这样一来，一切都对得上了，也完全符合小罗伯特·肯尼迪的言论，美国正在收集俄罗斯人和中国人的 DNA。 不过话又说回来，哪怕美国想要再次利用 DNA 制造另外一场大规模的生物战争，恐怕结果也将再一次超出自身的预料。我们做一个大胆的假设，如果新冠真的是人祸，当新冠席卷全球以后，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幸免。在美国，因为新冠去世的人已经超过了100万，更别提新冠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以及其他负面影响。对于美国的做法，我们做好提前应对方案即可，倒也不必过于担忧，因为从新冠的防治来看，拼的就是国家的组织能力和人民的纪律性。以中国在新冠时期的表现来看，美国想要和中国再拼一次生物战争，只会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